虽然萧炎的气息很强大，可是在神龙眼里还是不够看的，所以在面对萧炎的全力，神龙的表情依旧保持着轻描淡写。知晓神龙的力量极其强大，萧炎也不敢怠慢。虽然自己收服了2到3枚神火的本源，但是面对一名4重天位神的神奇强者，还是不敢大意。神火虽然很强大，可是萧炎如今的实力与对方差距太大了，就算有神火，也无法有战胜的把握。不过眼前的局面，祖龙族的几位神斩都不敌神龙，那么只有自己出手了。毕竟自己的底牌诸多，如果真的还是不行，那就只能借用萧炎的秘密底牌粉老的力量。到如今，粉老究竟是什么实力，萧炎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当时自己在借用粉老力量与全魔对战时，用出了3重天位神的力量，只是粉老3成的实力。如此而言，粉老的真正实力恐怕已经达到天位神巅峰，甚至更高。所以有这么一位神奇强者在身边，萧炎也不会惧怕任何神奇。就算是眼前这位拥有4重天位神巅峰的神龙也是如此。幻虚神技，萧炎一道低沉之声自喉咙间爆发，然后一道白色的火海直接以萧炎为中心，朝着四周扩散开去。滚滚火海以一闪即逝的速度将这片天地彻底的笼罩而下。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片空间竟是虚幻了一下，然后又恢复到了原样。而在这片空间内，萧炎的力量似乎变得强大了一丝，身上的第一神气息同样也是变得更强起来齐，而且这股气息仿佛已经超越了第一序列神，堪比准天位神的存在。这样的效果是萧炎利用幻虚空间中的能量，使得自己的实力再次提升起来。不过就算幻虚空间中的能量再强大，也无法让萧炎从序列神自己突破到天位神。所以在众强者的眼里，萧炎这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就连半步4重天位神的沈大神斩都没有办法，更何况是一位都还没突破到天位神的萧炎。这就是你全部的实力吗？那就太让我失望了。感受到萧炎这不堪入目的力量，神龙嘲讽了一声，那就试一试。千隐归一尺，萧炎伸出手掌，一道黑色的巨齿便是出现在其手中，然后炫白色的火焰便是破体而出，融入了黑色巨齿当中，发生嗤嗤嗤的焚烧声音，瞬间蜕变成了一道炫白色的神火横骨齿，其上的气息极其的骇人。任何武器与神火横骨齿对碰，怕是都会被神火横骨齿上的火焰吞噬焚烧，那种高温可以融化天下万物。萧炎催动磅礴的神力，疯狂地灌入神火横骨齿当中，横骨齿之上隐隐地散发出恐怖的气息。下一刻，在萧炎的后方便是出现了数百道齿影，在空中疯狂地飞舞着，而且每一道齿影都是拥有着可以劈开一道山峰的强大力量。而且在这数百道的齿影中可以看出，每一道齿影的气息不仅强大，而且竟然皆是有着不同的招式。900道齿影归一，旋即这些数百道齿影在萧炎挥出的那一瞬间，竟是变成了简单的一尺，而这一尺的威力包含着数百次的齿法攻击，其破坏力非常的惊人可怕。雕虫小技，神龙只是挥一挥袖袍，一股可怕的神力直接席卷出来，洞穿虚空，一道神力风暴直接朝着萧炎狂暴而来。萧炎的神技力量与之碰撞在了一起，瞬间飞沙走石，电闪雷鸣，空间都出现了一丝裂缝。不过又很快，这些空间开始恢复了原样，巨大的齿影散发出炙热的高温，正在将神力风暴吞噬。不过这神力风暴中的天位神力太过强大，就算是萧炎以900道齿影归一尺，怕也是没有优势。虽然此刻看过去，那炫白色的火焰正在吞噬神力风暴，实则根本无法彻底的将其吞噬，反而这些风暴愈发的狂暴，其中的破坏力也是越变越恐怖。萧炎的眉头一皱，见到自己将这千影归一尺施展出了900道，竟然还是处于了下风，况且自己还是施展了幻虚神技之下，毕竟幻虚空间一旦施展，萧炎便是这片空间的最强者。而如今神龙便是以绝对的压倒性力量将萧炎的这一招神技搞得毫无作用，最多让萧炎自身的实力提升了一些，但是想要借此抗衡神龙确实不太可能。千影归一尺的力量在与神力风暴的对碰下开始逐渐的减弱，看其样子怕也是支撑不了多久。下方祖龙族一众强者见状，再次露出一丝绝望之色。原本还以为萧炎的出现可以有一丝机会，可现在看样子萧炎也是必败无疑啊。几位神斩也是银牙紧咬，虽然他们的实力很强大，可是对方有神龙，想要将其击败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准备动手帮助萧炎之时，虚空上一道轰炸声响彻而起，那神力的巨大风暴逐渐的将那千影归一尺压制而下，那巨大的齿影开始崩溃。众人看着那场面也是无比的震撼，一名第一序列神的实力竟然能够与神龙抗衡片刻，如果是换做其他人，可怕连抗衡的资格都没有。随着齿影的逐渐消散，那神力风暴也是将其彻底的瓦解，并且在瓦解了千影归一尺的力量后，竟是继续朝着萧炎这边急速席卷而来。恐怖的气息也是将萧炎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了其中。但是萧炎也不会因为这样就此落败，因为他还有底牌都还没施展出来。旋即他伸出手臂，手掌对着那神力风暴席卷过来的方位猛地一握，那一片的空间便是瞬间凝固起来，宛如是坚固的牢笼一般。一道白色的光柱从天际上照射而下，将那神力风暴束缚在那白色光柱之内。呼呼，神力风暴发出恐怖的力量，疯狂的席卷在着那白色光柱之上。可是这一次竟然令所有人都不敢置信起来，
就连神龙的眼神都是微微一凝，因为他的这一道力量虽然不足1成，却是能够轻易的秒杀一名序列神。而现在这样强大的攻势，竟然还被对方施展的招式所困在其中。如此一幕，神龙的神色终于是有着微妙的变化。可是对于他来说，这都是萧炎那无用的挣扎。想要困住我的神力风暴，怕是异想天开了。话音落下，神龙再度爆发出一道神力。随着这道神力的加入，那神力风暴更加的狂暴起来，甚至连空气都给驱散而开。那原本能够困住神力风暴的光柱，此刻竟是变得虚幻了起来，仿佛那神力风暴即将要破开那强大的束缚。萧炎也是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没想到就连幻虚空间里最强的招式都无法压制住。既然如此，萧炎也是准备放手一搏，毕竟幻虚空间乃是萧炎的主场，他就不相信自己的主场还会无法压制对方的这一道攻势。萧炎并没有废话，双眼微微一闭，直接一抬手，又是一道光柱冲天而降，将那神力风暴再度笼罩在其中。然后第2道、第3道、第4道，足足有4道的白色光柱直接将那神力风暴牢牢地锁住，并且每一道白色光柱上皆是散发出极其恐怖的力量，令得这片天地都为之一颤。众神兽强者更是一脸惊骇，因为那4道白色光柱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甚至不太敢相信这是一位第1序列神实力的萧炎所能施展出来的神技。有那么一瞬间，让他们都感觉到了非常危险的气息，就连神龙都感觉到此刻的萧炎仿佛是这片天地的最强者一般，但是也只是一瞬间的感觉。至于最强者，那么自然还是神龙。只是让众神兽强者想不到的是，为什么明明只是第1序列神的实力，为何会将神技施展到这般恐怖的程度？不管是祖龙族还是神龙族的神兽强者，他们都是投射出疑惑好奇的目光，看向那天际之上的战场。就连神龙看到萧炎这4道出现的白色光柱，都是眼神微微一动。以神龙的实力，自然已经感受到这4道白色光柱中的强大力量，那眼神在看向萧炎时，也是愈发的兴趣起来。这萧炎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如此让人吃惊？从刚刚这4道白色光柱中的力量来看，其中的力量早已经超越第1序列神，这股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了。萧炎他确实与其他人不一样，在他的身上我感觉到有一股令我都忌惮的力量，而且我似乎感觉到在这片空间里，他可以肆无忌惮。祖龙族的大神斩也感觉到这片空间的异样，所有的能量都朝着萧炎汇聚而来。就凭这4道光柱就想困住本神龙的攻势，怕是在做白日梦吧？给我破！神龙冷哼一声，再度旋转其磅礴的神力，使得那神力风暴更加的狂暴膨胀起来，然后便是朝着4道白色光柱之上狠狠地扫荡而去。随着神龙的神力灌入，被困在白色光柱中的神力风暴变得比之前更加的恐怖起来，仿佛即将要破开那4道白色光柱的壁障。变强之后的神力风暴，其威力无法想象，在席卷的瞬间，竟是能够将空间刮出道道裂缝，并且那极为了怕的气息也是不断的蔓延开来。然而就在那神力风暴即将要破开那屏障时，突然这片空间竟是再次变得虚幻了一下，那4道白色光柱开始急速变大，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4道白色光柱合为一，直接将那强大的神力风暴笼罩在内。此刻那白色光柱也是变得巨大，任何力量只要在接触这白色光柱后，都会瞬间被瓦解。果不其然，就连神龙的这一强大攻势，也在白色光柱的笼罩下，开始渐渐的被瓦解开去。这一幕又是惊呆了无数神兽强者。然而还没让他们惊讶多久，一股可怕的炙热温度直接朝着神龙急速涌来。在这白色光柱之中，温度竟然高达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毫不夸张地说，世间万物在这其中都会瞬间被焚烧殆尽，并且还能够将神力给彻底的蒸发。有点意思，这力量还真是让我都吃惊。不过神龙淡笑一声，然后催动自身的天位神力，再度凝聚出一道红色巨掌，对着那巨大的白色光柱一掌拍出。在我4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面前，你的一切力量都是无谓的挣扎罢了，是吗？今日我也会让你看一看幻虚神火的力量。声音落下，萧炎身上的白色火焰变得更加雄厚起来，每一针的火焰燃烧，便是散发出无尽的毁灭气息。这就是来自幻虚神火的恐怖威力。虽然幻虚神火排名只是9道神火的末尾，但是它乃是万火之中的神，拥有大纣所孕育的火神本源，威力甚至达到了令天位神都带着一丝忌惮。神火本身的力量不仅强大可怕，甚至每一道的神火都会有一道独门神技，所以萧炎刚刚所施展的强大招式便是幻虚神技。随着萧炎全力的施展之下，那道白色光柱上有着若隐若现的一道火纹在其上悬浮。随着火纹的出现，那白色光柱中的温度更是提升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且其中还有着一股极为可怕的毁灭能量，可焚烧一切万物。那人类小子怎么会如此之强？他这真的只是第1序列神吗？神龙族众神兽强者的脸上皆是流露出一抹震撼之色，就连几位神斩的身躯都感受到了白色光柱所散发出来的滚烫气息。再这样下去，恐怕迟早都会被这白色光柱的毁灭力量所焚烧。这高温的确只有神火方才能够做到的，但是你的对手是本神龙，所有的力量都是所谓的挣扎而已。神龙的神色依旧是面无表情，
在他那双手变化间，体内的天位神力便是疯狂地从体内暴涌而出，令得那虚空上红色巨掌的体积再次变大了1倍之多。人类小子，今日我便让你知晓你与本神龙的差距。天空上的红色巨掌直接狠狠地轰击在了巨大的白色光柱之上，一道震耳欲聋的响彻声响起，紧接着噼里啪啦的能量冲击波形成涟漪的波动，荡漾而开。那巨大的光柱仿佛是连接着天地，此刻被如此强大的外力攻击，天地都开始剧烈的摇摆起来，而且那原本让众强者都感受到高温炙热气息的能量也是渐渐的消退下来。看样子神龙的这一攻势，直接让得那让无数强者都震惊的白色光柱都招架不住了。巨大的震动令得白色光柱上竟是出现了一丝裂缝，然而不到片刻功夫，那红色巨掌竟是直接轰碎了那白色光柱。见到白色光柱被自己的攻势瓦解，神龙的嘴角便是浮起一抹得意的笑容，道：我说过，在我的绝对实力面前，你没有资格与本神龙相斗。当年祖龙那家伙都不行，何况是你这小小人类。在轰碎了白色光柱后，那红色巨掌并未就此消散，而是出现在了萧炎的头顶上空处，似是想要直接拍死萧炎。萧炎也是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看样子神龙的这一招只要被击中都是必死无疑，而萧炎可不会傻到被对方击中，一旦这一招击中自己必定陨落。所以萧炎便是双手一伸，手掌心上便是出现了2道火焰，一道地炎，一道幻虚，然后将自己的神境灵魂释放在极致，双掌便是往内挤压，再度将2种火焰进行融合，释放出更强大的火焰力量。哼，融合2道火焰的招式吗？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没有多大的作用。神龙见萧炎还想反抗，眼中顿时寒芒一闪。闻言，萧炎并没有作答，而是将2道火焰渐渐的将其融合，然而也很快的将2道火焰融合在了一起，便是有着一道强光散发，一道巨大的炫白色火莲冉冉升起。这片空间之上，一股炙热的温度瞬间弥漫天地，散发出极其可怕的毁灭力量。此时此刻，萧炎能够轻易的将一名准天位神击杀，不过对于神龙也不知道将会是如何。如果这一道炫白色的火莲爆炸开来的话，怕是连一重天位神都要避之锋芒了吧。毕竟随着萧炎的实力提升至第1序列神，那么在施展神怒火莲的话，也会比起之前的更加恐怖一丝。此时也有着诸多神兽强者也感受到了来自那巨大炫白色火莲中所蕴含的恐怖气息，心中也是一道心悸之感。下一刹那，萧炎便是扔出了自己身前的巨大炫白色火莲，火莲在空中旋转起来，同时炫白色的火莲之上有着无数道细微颗粒不断的往上升起，散发出一种极其神圣的感觉。随着神怒火莲脱离而出后，那所过处的空间瞬间扭曲起来，并且狂暴的毁灭气息不断的席卷开去后，这片的空间都是被震碎了开去。而那神龙依旧是面不改色，就算萧炎的这道神怒火莲在其他神兽强者眼中非常的恐怖，但是在他神龙的眼中还不足以达到能让他忌惮，所以神龙的手臂一挥，空中的红色巨掌便是朝着神怒火莲怒压而下，顿时一股极端狂暴的神力爆发出来，笼罩这片天地，一股惊人的压迫之力也是随之弥漫开来，引得这方天地间所有的神兽强者皆是面露惊异之色，特别是祖龙族的那些神兽强者，心想着萧炎能够接下神龙的这一道恐怖力量吗？就在众神兽强者还在为萧炎捏一把冷汗时，那天空上2道破空声传荡开来，最后直接撞击在了一起。惊天的巨声不出意外的随之响彻而起，虚空上道道炸响，将空间都是炸裂开了数道巨大的裂纹，紧接着可怕的热浪滚滚席卷，一股狂暴而炽热的冲击波肆虐开来，竟是连空气都是被其彻底的燃烧蒸发，周围所有区域空间都是在这种无比可怕的冲击之下变得扭曲崩塌。不管是神龙族还是祖龙族的神兽强者，都是瞪大了眼睛望着那双方力量的碰撞之地，下一刻他们的面色便是变得惊骇起来，因为他们则是见到在神龙那种可怕的冲击之下，萧炎的神怒火莲竟然能够抵挡而下，不过也只是僵持了片刻，那红色巨掌直接捏住那即将爆开的神怒火莲，竟是硬生生的将神怒火莲那恐怖的气息被压缩了回去。神怒火莲又如何？在我巨掌之下，同样可以轻易瓦解。仅仅那神怒火莲坚持了数个呼吸间，便是被红色巨掌那强大的力道彻底的给捏爆，并且将神怒火莲中的毁灭能量都给彻底的吞噬压制，不让其爆炸出来，甚至以一种极端蛮横的姿态，在红色巨掌那硬生生的用力收紧之下，那神怒火莲竟是被一点点的击垮，最后那神怒火莲开始碎裂，并且其中的毁灭能量也是直接被压缩殆尽，直至消失，解决了神怒火莲的攻势。神龙再度挥手一拍，那红色巨掌直接朝着萧炎怒拍而下，这一刻怕是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神龙的攻势已经近在眼前，所有祖龙族的众强者皆是为萧炎捏了一把冷汗，就算是几位神斩面色突然一变，这一刻他们的心中更是重新燃起了绝望之色。不过在绝望之前，就算拼死也要救下萧炎，毕竟他是他们见过天赋最强大之人。就在3位祖龙族的神斩准备动身救下萧炎时，神龙似乎早已经看穿他们的动向，另一只手催动神力，直接一掌拍出，可怕的掌影
直接洞穿虚空，轰击在了祖龙族的3位神斩身上。他们都还没来得及反应，直接被这一招打在了身上，一口鲜血当场喷出，3道身影直接是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后方的山壁之中，令得山峰都开始震动起来，无数落石开始滚滚而下。而萧炎这面也是如此，在他那惊骇的目光下，红色巨掌也是当头一击，瞬间这片大地都是被轰击出了一道巨大的深坑，而萧炎的身影也是在这一掌之下被轰得连尸骨都不带剩的。神龙族的众神兽强者见到萧炎终于被他们族长神龙击杀，再次露出得意的笑容，并且其气势也是微微上涨起来。神龙大人万岁！他们的神龙乃是神龙族的最强者，也是万兽神界的最强之神，所以只要这一次将祖龙族给灭族，那么他们神龙族将会彻底的成为整个万兽神界的主宰。还是神龙大人厉害，竟然一招就将这人类小子给抹杀了。接下来你们祖龙族怕是离灭族不远了吧？神龙族的风大神斩目光森冷的看向那深坑之中，并且连萧炎的气息都消失不见，可以非常的断定，萧炎已经在神龙大人的攻击下彻底的陨落了。随着萧炎被击败，祖龙族刚刚还燃起的希望也就在覆灭，祖龙族的气运真的到了尽头。就连祖龙族的那3位神斩看着萧炎被击杀，他们也没有了抵抗之心，并且刚刚被神龙的强大力量击中，身上再度出现了严重的伤势，鲜血不断的流出体外。一个小小人类也妄想与本神龙对抗，这就是下场。确实感受不到萧炎的气息后，神龙也是仰天大笑起来，因为这一刻他们神龙族已经彻底的站在了上风。接下来只要将剩余的祖龙族之人给全部击杀，那么从此3大神兽族之一的祖龙族也将会永远的消失在万兽神界中。祖龙族的各位，本神龙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投靠我们，做我们的坐骑，我便饶你们一命，如何？一道侮辱的声音传入每一位的祖龙族强者耳里，坐骑，这直接比杀了他们还难受。祖龙族的强者何尝不是一方神兽强者？可是如今竟是要做神龙族的坐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杀便杀，不要搞一些毫无作用的事情。祖龙族的沈大神展捂着伤口，然后从山壁上缓缓走出来，眼神中散发出无尽的憎恨之色。对于神龙族如今做到这般地步，每一位祖龙族强者的内心都是带着沉重。而沈大神展也知道，今日他们怕都是难逃一死。既然对方的气运暴涨，那么他们也打算放弃了抵抗，但是他们却是要自曝牺牲，从不会要做别人的坐骑。有骨气，既然如此，那么本神龙就不客气了。看着今日的战局已经非常的明显，神龙嘴角森寒一笑，便是抬起自己的手臂，其上一股可怕的神力正在悄然的运行。不过就在所有神龙族的强者都以为胜券在握时，一道平淡的声音则是从他们的后方传了出来：我还没死呢，你们以为已经赢了吗？虽然声音平淡，但是在传入双方强者的耳膜中时，整个身躯皆是一颤，因为这道声音对于他们非常的熟悉，正是萧炎。那是萧炎，他没死，我就知道萧炎不会那么容易就死掉的。看清楚了那道黑袍身影后，祖龙族的所有强者皆是面露激动的色彩，就连几位神斩都是感到不可思议起来。刚刚神龙的招式明明击中了萧炎，为何现在却是安然无恙？那人类小子是怎么回事？竟然抵御住了神龙大人的攻势，而且看其样子也并没有伤势，一切都是完好无损。神龙族的风大神斩更是被萧炎的一出现给震撼到了。他身为半部4重天位神，就算是他面对神龙刚刚那道攻势也不敢怠慢，更何况他还只是第一序列神。神龙的目光也是远远地锁定了那处空间上的萧炎，他也有些不明白，刚刚明明击中了对方，为何现在却没有任何的事情？难道说这人类小子还隐藏着什么手段？萧炎双手抱胸地望着神龙那不解的脸色，也是微微一笑，出声道：是不是很难理解我为何会毫无损伤地活下来？那我现在就再演示一遍给你看一下。萧炎的腿脚微微一动，在其脚下竟是瞬间弥漫出绚丽以及白色的火海，开始激烈的翻滚起来。很快便是见到这片火海的最深处竟是有着2道光束冲天而起，在这2道的光束中，竟然令无数神兽强者都感到一丝恐怖的能量。然后在众强者那吃惊的目光注视下，一朵万丈的绚丽火莲以及一朵白色火莲缓缓地从火海深处升腾而起，2朵万丈之大的火莲微微旋转起来，随着一圈一圈的转动下，那笼罩在其上的光束也是渐渐的退去，2朵精致无比的火莲也呈现在众神兽强者的眼中。那晶莹剔透的颜色下，却是拥有令神奇都非常忌惮的力量。那是因为其中的一朵万丈火莲乃是幻虚神火所化，神火中有着火神本源，就是这一种本源，才令的第1等级世界中有无数神奇强者都想要夺取神火。一旦收服神火，那么就会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就像是如今的萧炎一般，一位只是第1序列神的实力，竟是就能够与天位神对抗。如此的力量，怎么不让其他神奇心动呢？2朵万丈火莲上的每一个花瓣所散发出来的能量，都是有着轻易毁灭这片天地的恐怖之力。神怒地炎莲，神怒幻虚莲。天空上，萧炎怒喊一声，身后那2朵万丈的火莲便是加快了旋转的速度。下一刻，2朵巨大的火莲直接朝着神龙的位置暴掠而去。
哼，刚刚融合状态下的火莲都对我无用，还想在这种状态下击败我，真是愚蠢。神龙此刻也是不再放水，直接将自身强大的神力释放而出，双手一拍，眼前的虚空上便是出现了一道圆月大刀，然后对着那急速而来的2朵火莲劈斩而去。下一刻，双方的攻势竟是轰击在了一起，瞬时间在2股力量的相撞下，空间尽数崩塌而下。而2朵火莲虽然拥有恐怖的力量，但是在那圆月大刀面前却是直接被斩成了2半。不过更让人意外的是，那万丈大的2朵火莲竟是没有爆炸，而是神龙的攻势又将火莲中的能量给压缩消失了。而那圆月大刀显然没有被火莲影响到，直接洞穿虚空，对着萧炎的身躯狠狠斩下。那速度快到连萧炎都来不及反应过来，直接被斩成了2半。如此血腥恐怖的画面，尽收双方神兽强者的眼底，在场所有人都是冷嘶出声。